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环球直击。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23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乌欧官员齐聚瑞士，讨论俄乌停战计划；中共黄海连续军演升级恐吓，日本淡定；伊朗宣布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协议失效；美国拟启动对委内瑞拉新阶段行动，加大施压马杜罗。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环球直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美国、乌克兰、欧洲官员周日齐聚瑞士日内瓦，讨论美方提出的结束俄乌战争的28点方案。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周日向对方发动了攻击。乌克兰代表团团长、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耶尔马克周日表示，乌克兰代表团已在日内瓦展开工作，并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举行了会晤，还将与美国代表团讨论华盛顿提出的乌克兰和平计划。而美方表示，白宫特使维特科夫和国务卿卢比奥周日已经抵达日内瓦，他们将与英法德3国代表会面，讨论结束这场近4年俄乌战争的停战蓝图。该停战方案内容有28个要点，如建议乌克兰放弃部分领土、限制军队规模等。由于乌克兰、欧洲多国以及部分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批评28点和平计划过于倾向莫斯科，美国总统川普周六表示，他愿意就此方案进行调整。No, not my part. I would like to get the peace. It should have happened a long time ago. 川普总统已要求乌克兰在周4前回应28点提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可能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是捍卫主权权利，还是维持所需的美国支持。与此同时，俄乌战争还在持续，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加大了攻击力度。周日，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地区的一座供热发电站，引发大火，数千户居民失去供暖。这是基辅迄今对俄罗斯境内发电站发动的最大规模攻击之一。周日，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市的一个居民区，造成14人受伤，公寓和汽车受损。几位住在受损房屋的老年居民表示，他们渴望和平，盼望和平很快到来。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峰、张瑞琪综合报道。周日开始，乌克兰和美国在瑞士举行磋商，讨论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捍卫国家利益。欧洲领导人则强调，28点和平计划需要进一步改善。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乌克兰在感恩节前对和平计划作出回应，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代表团将在周日开始的磋商中捍卫国家利益。Наші представники знають, як захищати українські національні інтереси і що саме потрібно, щоб Росія не здійснила третє вторгнення. Ще один удар по Україні. 周六，欧盟、加拿大与日本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的和平努力表示欢迎，但强调和平计划内容仍需进一步研议。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南非20国集团峰会场边表示，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Well, the plan, the 28-point plan, has a number of important elements which are essential to a just and lasting peace. Only be just and lasting if there are security guarantees and if we bear in mind that matters for Ukraine are always to be determined by Ukraine.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与乌克兰必须共同参与，才能制定真正的和平方案。Our unique problem, all of us, is Russia, which started this war. We refuse to take the ceasefire proposal. 外界研判，美乌谈判结果将成为俄乌战争走向的关键。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赵嘉林综合报道。
为报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中共军队近日连续3次在黄海进行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对区域安全的高度关注。不过，日本朝野对此相当淡定。来看报道。11月23号，中共大连海事局发布禁航令，称共军将在渤海海峡及黄海北部部分水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船舶在12月7号前驶入该水域。而该水域是中国京津地区的海上门户，战略位置非常敏感。11月中旬以来，中共海上军事行动不断，先是17号到19号在黄海中部进行了3天实弹射击，紧接着18号至25号在黄海南部进行8天军事演习，目前又封锁了黄海北部，紧张局势将持续到12月上旬。有分析指，在短短2周内，黄海中南北相继沦为演习热区。中共要借这种全海域的密集接力演习，加强对日本的军事施压。在这之前，中共还通过经济报复、外交羞辱等手段对日本进行连环施压。对此，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喊话克制。中国对日本进行的复合式攻击，严重冲击了印太的和平稳定。我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也呼吁中国应该要克制，展现大国的风范，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不过，中共的多方施压不但没让日本收回言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反而再创新高。周六，日本外交部还直面回击中共致函联合国，指控日方的做法。不但高市早苗没有退让，日本的国会没有退让，连日本的民众看到中国这样的张狂跋扈，看到中国这么咄咄逼人，这样一种霸凌的恶霸的形象，反而呢激起了全日本人上上下下同仇敌忾。美国方面多次力挺日本，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上将近日访问日本，他表示美军正密切关注中共海军的动向。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荣誉综合报道。在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要求伊朗立即就核设施和浓缩铀库存问题进行合作后，伊朗周日表示，与该机构签署的协议不再有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9月达成的合作协议开罗协议实际上已经不再可行。عملاً دیگه امکان اجرا نداره و ما رسما هم این رو اعلام کردیم که دیگه این فاقد اعتبار هست。国际原子能机构周四要求伊朗与该机构充分合作，提供接近武器级别铀库存的精确资讯，并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今年6月，伊朗和以色列爆发12日战争，美国袭击了伊朗核设施。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方在开罗达成协议，恢复合作，但机构核查人员一直未能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巴盖伊周日宣称，伊朗不会放弃浓缩铀的权利，尽管在战争严重破坏其关键核设施后，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已被暂停。川普总统9月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峰、张小雨综合报道。路透社报道，美国即将在未来几天对委内瑞拉展开新一阶段行动，加大对马杜罗政权的施压。根据4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集结了几个月。川普总统已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进行秘密行动，包括推翻马杜罗在内的多项选项。美方认为马杜罗涉及非法毒品供应，导致美国人死亡。目前新行动的具体时间与范围尚未确认，白宫与中情局拒绝置评。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已发出潜在危险情况警告，3家国际航空公司周六取消了自委内瑞拉出发的航班。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池晓综合报道。下面请看本期的中国1分钟。中国购物中心和大商场生存艰难。上市零售企业3季报显示，20家传统零售企业利润断崖式下跌。今年以来，王府井、西单商场等老牌商家陆续关闭多家门市。中国比特币挖矿机制造巨头比特大陆已成为美国国安调查焦点。
美国去年发现一个美军基地附近有使用比特大陆的挖矿机，而这些设备可能被用于监视和间谍活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的台湾有事言论让中共跳脚，中共各系统争相宣传反日。党媒《光明日报》21日声称，为了回击日本，中国工人主动无偿加班。相关报道招来网络一片骂声，有网民直指这是高级黑，还有网民表示北朝鲜都没有这么不要脸。日前媒体曝光，中国一家加油站通过作弊软体可以偷油2%到5%。今年年初，中国发现了95起加油机作弊案例，有的作弊软体行销全国20多个省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被捕，支持者抗议，川普表遗憾。周六，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被当局正式逮捕，关入监狱。此前，他已被软禁数月。美国总统川普周六对这一消息表示遗憾。川普说，他昨晚才与博索纳罗通过电话，原本打算近期会面。周六，当记者追问川普总统对博索纳罗被捕有何评论时，川普惊讶地回答表示不知情。在确认消息后，他简短地说了一句：“太可惜了。” So I spoke last night to the gentleman you just referred to, and we're going to be meeting, I believe,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That's too bad. 巴西最高法院认定前总统博索纳罗密谋政变而判监27年，引发他的支持者们抗议。由于担心在支持者的守夜活动中逃跑，本周六当局下令拘留博索纳罗。博索纳罗在2018年竞选活动中遭腹部刺伤，之后多次住院并接受手术。当天，他的医疗团队成员帕索里尼医生前往探视。Queremos Bolsonaro livre, livre e longe dessa injustiça. Que isso tudo é muita injustiça que está acontecendo nesse país. Nós não podemos nos calar.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以新张瑞奇综合报道。周六，尼日利亚基督教协会表示，1天前在北部一所学校遭到武装分子绑架的师生高达315人，民众对此表示担忧，认为政府没有起到保护民众安全的作用。劫掠事件发生在周五早上，除了先前公布的215名学生，还有12名教师被武装分子绑架，另外88名学生在试图逃跑时也被绑架。We don't face insecurity for this country for a very long time. No, no things now because sitting on a top dunk. We can't talk say how to make the thing worse. No, even before now, we don't face more than this. Very, very more than this. So, what the government go do for us? We say, may they help us secure our life, because this thing don't turn to something we say an everyday topic. Today we talk and tomorrow we talk and next tomorrow we still talk. I beg, may they try help us. 校园绑架已经成为尼日利亚局势不稳的典型特征。恐怖分子为引起人们更多注意，把学校作为了战略目标。The government know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because I don't know why we have army who has jet fighter should notice these people whenever they are, but they cannot do anything just because of most of them their children is not in Nigeria. Most of them their children is overseas schooling. So what of those people who doesn't have want to take their children to overseas, so they should die. So we should hold government responsible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We don't have a good government. 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绑架事件负责。周六，尼日利亚关闭了所有学校，以应对安全危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唐丽、刘飞综合报道。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Z 世代信用评分下降怎么办？这些简单方法很有效。美国信用评分公司 FICO 总计，在过去1年里 ，Z 世代年轻人的信用评分下降了3分，也是下降最多的年龄层。为什么需要良好的评分？这能帮助你省下多少钱？本台记者斯蒂芬妮·考克斯邀请到财务规划公司老板劳伦斯·斯普朗，他给出提升评分的3大建议。欢迎您。
首先，请问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Yeah, so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s rising delinquencies on credit cards. 我们看到的是信用卡违约增加了，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先买后付贷款，再加上生活成本上升，这些压力都在造成影响。但也有好消息，即使信用评分下降，也不是永久性的。如果能养成一些简单的好习惯，很快就能扭转局面。 来看看具体情况。对年轻人来说，怎么改善信用评分呢 Yeah, so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is you have to be very mindful of, missed payments. 是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要特别注意逾期付款和欠款余额，这2点非常重要。要按时付款，不只是你想付的时候，而是每一次都按时付。每次付款都很重要，因为你的还款记录，尤其是按时还款，占 FICO 信用评分的35%以上。即使是一次小小的延期付款，也会导致你的分数下降60到100分。所以你要做的是养成准时付款的习惯。如果你还没做到这一点，那就从今天开始，那你肯定会重新建立起信用。说到预算和提前规划，还有一个提升信用评分的方法，就是控制使用信用的额度。那请您详细说说。 Yeah, so I mean, the second, big piece of your credit score is what they call 你的信用分数里第2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信用报告上的信用额度使用率。虽然你有一定的信用额度，但他们也会看你实际用了多少。比如你有1000美元的额度，如果你用了100%，也就是1000都用了，那评分就比额度用的少的时候影响更严重。所以你要尽量把使用额度控制在可用额度的30%以下，这样才可以向信用机构证明，虽然你有额度，但你没有用光，只是在需要的时候使用。所以我觉得2件事，按时付款和控制信用使用率，是我们能掌握的，也有助于维持较高的信用评分。为了解决信用额度使用率的问题，有些人可能想开新的额度，那这么做有什么影响呢？ Yeah, so be very mindful and careful of that, right? Just 是的，你要非常注意、小心这件事，不要随心所欲的想增加额度就增加。每次你看到选项可以申请信用或新信用卡时，都要记得你的评分多少都会受信用额度使用率影响。所以，只要你目前的信用卡能满足需求，就使用那些卡即可，没必要再增加新卡。这里有一点，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或没注意到，许多先买后付款的服务跟刚推出时不一样了。他们现在会把你的使用情况回报给信用评分机构，所以同时有多笔短期贷款，甚至增加信用卡，都可能暂时拉低你的分数。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良好的信用分数这么重要呢？准时付款和保持低欠款余额，能让你省下数百甚至上千美元。比如房贷和车贷，信用一般的人会比信用良好的人在5年车贷上可能多付5000美元的利息，而在30年房贷上，两者差距甚至高达7万美元。所以要保持你的财务绩点高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良好的信用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尤其是刚起步、正在建立人生基础的年轻人。劳伦斯·斯朗普先生，很高兴和您交谈。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奈良伊水园红叶正浓，日本庭园秀深秋美色。11月中旬起，日本奈良名胜伊水园被红叶染上了缤纷色彩，日式庭园与红叶交织，展示着传统日本的秋色美观。殷勤报秋意，只因有丹枫。伊水园变身大自然的调色板，红、橙、黄、绿，将古老的日式庭园染成秋季最美的颜色，迎接国内外游客的到来。红枫，日本调中。南天红艳无比，
当之无愧成为园内约150种植物中的秋季主角。茶室、石桥、水车、蜿蜒的小径与植物融为一体，构成伊水园最具韵味的传统庭园风景。庭园的绝美人气景观莫过于湖面倒影、庙顶以及远山的完美组合。造园师巧妙地利用园外东大寺的南大门和若草山，将两处一同入画，尽显构思精妙。伊水园是奈良的代表庭园，位于奈良市中心，占地约11000平方米，是池塘型漫步式庭园，设有江户时代建造的前园和明治时代建造的后园两座庭园。前园营造出与世隔绝的静谧，后园将园外景观纳入画框，各具巧思。这个地方很精致，很幽静，好像有一种是先天的自然美，然后也有后天的人工的自然的美，所以觉得两个融合在一起，觉得人的心情就比较好。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日本的庭院，一进门很舒服，那水声啊，拍一些美照。我觉得它非常具有传统特色，就像是一段时光旅行。园内并设宁乐美术馆，与每年的枫叶季同期举办企画展。今年伊水园的最佳红叶观赏期从11月中旬到12月初。每年红叶季都会引来大批游客探访自然和人文足迹。新唐人电视台日本记者站奈良采访报道。海豹在格陵兰对原住民而言曾是生存的必需品，但如今面临全球市场萎缩及动物保护团体批评的双重挑战，导致他们延续数百年的海豹皮工艺产业陷入困境。格陵兰南部小镇卡科托克人口3000人，当地仍保留着传统海豹皮的制作工艺。成立于1977年的大格陵兰公司由自治政府全资拥有。公司代理主管詹森表示，如果没有海豹与猎人，格陵兰人无法在北极生存。For centuries, we have used the seal skins not only for clothing but also for material, like the kayak was used from seal skin, for food. 然而，詹森坦言，年轻世代虽然仍以捕猎海豹作为食物，但加工技术正在逐渐流失。2009年，欧盟禁止商业海豹制品交易，但因纽特例外条款让格陵兰得以继续出口。不过，詹森表示，多数产品仍是在本地销售，市场有限。If we didn't have the Inuit exception, we will only be selling products in Greenland, and I think we are so few people, so maybe we couldn't manage. 动物保护团体则批评猎捕海豹的过程过于残忍，仍然持续反对。The bottom line for us as an animal advocacy group is the suffering of animals. 据悉，格陵兰海域栖息6种海豹，总数估计达到数百万只，每年大约捕猎15万只。格陵兰政府强调，海豹族群的数量稳定，产业更是猎人重要的收入来源。詹森希望海豹皮文化能如因纽特人的其他传统得以延续100年。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欣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直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